大家，我是 Rell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或者欢迎回来。那本期视频内容呢是关于室内绿植。作为一名曾经在宿舍里把仙人掌都能养死的绿植小白呢，现在养了一整年的室内绿植，有10几种品种，大部分都生长得非常的旺盛，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绿植养护经验。首先我们要清楚，大部分室内绿植都是来自热带雨林还有非洲的地区，所以有一些绿植是非常喜欢湿润的环境，而有一些呢又喜欢强光和干燥的环境。所以当你入了绿植的坑，你会发现这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海洋。所以呢，绿植有千千万万种，如果你是那种会把绿植养死的新手小白，或者满怀好奇跃跃欲试又无从下手的话呢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本片会分为以下几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推荐给大家6款非常适合新人又易上手的绿植。第二部分，我的踩雷清单，也就是我以前也养死过的几款植物。第三呢，是我的 wish list， 也就是我在观察还没有下手的想买的几款绿植。第四呢，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些养护绿植必备的一些小工具，还有单品。那第5点呢，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不太常见的，但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 tips， 也就是小贴士的分享。第6呢，也就是最后会分享给大家一些免费下载的文件资源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每种绿植。首先是光照，还有就是温度以及浇水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宠物和人类有没有毒性，以及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。首先从我第一个购买的绿植开始，它的名字叫虎尾兰，也就是 snake plant。这款真的是新手推荐第1名，因为非常适合懒人。它是比较喜欢明亮一点的，但是非直射光源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太阳下暴晒它，但是呢，在半阴的环境它应该也是可以的。那温度的话，它只要高于5摄氏度就可以了。那最好的是13到29摄氏度，室内的温度一般都是可以的。我有咨询过专门培育绿植的一个专业人士，这款呢在夏季的话，一般1个月浇一次就可以了，在冬季的话，你只需要3个月浇一次。所以就是为什么它非常适合懒人。千万要注意，就是它不能经常浇水，否则的话会烂根。春季的话还是长得挺快的，像这一根最长的，觉得颜值还挺高的，然后是竖向生长的，不会很占你的空间。但它也是清洁室内空气的小能手，环保小卫士，所以这一款的话非常推荐，应该是我的这次推荐6款里面的首选。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它是对猫狗这一类的宠物是有毒的。如果你是家里有宠物的人士，那我不推荐你去养这款绿植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要经常去修剪它，哪怕你发现哪里有斑点，可能容易生病。它的生长速度呢，在其他季节是比较缓慢的。像我另外还有一大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盆从买来到现在应该有1整年的时间，但是我都没有感觉它有任何的变化，就是纹丝不动的感觉，然后就像一盆假的植物一样，真的完全不需要去关心它，也不需要去护理它，就偶尔浇水就可以了。那第2款的话是这盆叫做花叶万年青，英文学名特别难读，叫 Dieffenbachia， 是这么读吗？那我比较喜欢它另外一个名字叫 Dumpkin， 就是 can 嘛，就是有点像甘蔗的意思。看它的身体的部位，这一节的形状有没有觉得很像甘蔗？看这里好几个节点的地方都有长出新的叶子，因为现在是春夏交替的时间嘛，就是温度特别适合它，然后光照也很到位，所以它现在长得就很不错。这盆呢也是我和刚才那盆虎尾兰同一个时期购买的，那也已经长了1年多的时间，而且它的颜值也很高，就是叶片的部分有这种不规则的斑纹，放在家里也是一种美的享受首先它是可以耐一点半阴的环境，你也可以放在非直射的光源旁边。说我觉得植物哪怕它是血阴植物，一般都是有越多的非直射光源是越好的。然后它喜欢21度到27度的生长环境是长得最好的。这些数字的话，你可能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是其实室内绿植的话都是大同小异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适合在室内生长，所以说也不用太在意这个数字，只要保持家里的温度是你人体喜欢的那个温度区间的话，这些植物也是会很喜欢的。浇水的话就是秉持8个字，大部分植物都是可行的8个字，就是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。那第2部分的 tips 里面，我会包含个人浇水的一些心得分享。关于它的毒性的话，这个植物真的是毒性还挺强的一种，作为猫狗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的家庭呢，我非常不推荐。首先你如果人去摸它的话，像我现在碰了它，那我待会儿一定要洗手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些额外的注意事项，因为它的叶片比较大，
那这种大叶片的植物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它的叶片特别容易积灰尘，所以你要最好定时的拿湿纸巾啊或者小抹布去抹一抹它的表面。一般来说，它2个月施肥1次就可以了。关于肥料的话，我后面也会提到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它会有阶段性的叶片变黄脱落。像这个叶片的话，它长了个小斑，但其实这也属于正常。然后慢慢的，它这一整个叶片都会黄掉，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撕下来。那这也是属于一个植物的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一个现象，所以不要觉得太奇怪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推荐2款叶片比较小的植物。那首先是这个绿萝，那我买的这款呢，是 Marble Queen， 它的英文名字，就是因为它的叶片上有这种像大理石纹的纹路，我觉得非常漂亮，就这种绿白相间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这里已经有垂下的一些叶片了，就说明它长得还不错。那这款植物的话呢，它也是喜欢散光，就是非直射的一些光源，它也可以放在一个半阴的环境。所以其实跟刚才几个植物都是差不多的。它的温度的话呢，一般在15到29度是比较适合的。然后它浇水的话和其他的稍微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耐旱的，你可以甚至让它全部干透再去浇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我觉得对新手来说不太好控制这个量，所以说呢，以防万一的话，你一般1周浇1次，把它浇透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很不幸这款植物也是对宠物有毒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会很郁闷。但待会儿有植物是没有毒的。等我待会儿再介绍。然后这款绿萝的话，它是有好几种不同斑纹的，大家可以看图片啊。总体来说呢，我非常喜欢这一盆，看现在已经基本上有一点爆盆的状态。总之呢，这款也是我觉得颜值非常高、非常。接下来这一盆和刚才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粉色系，它的名字叫 Polka Dots， 这款的中文名呢叫粉斑嫣红蔓。那大家肯定觉得这一面有点平平无奇啊，那我给它转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觉得，就是颜值非常高，有没有？因为我特别喜欢带一些颜色的室内植物。我买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小的一盆，然后现在因为属于生长季嘛，就是整个就很爆炸的感觉。它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，有一个是白色系的，还有一个是大红色系。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粉色系的，因为和我家里的装饰比较搭一点。然后呢，这款植物就是对光照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，最好也是放在非直射的光源旁边如果你的光线特别差的话，它会就是整个色调会比较暗淡。所以说它等于是一个很聪明的植物，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它，它喜不喜欢。如果它喜欢的话，就是长得很好，然后粉色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艳丽。那它比较喜欢15到25度的室内温度，也比较喜欢湿润的一个环境吧。就它对湿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最好偶尔去用小喷瓶，就是那种喷雾的小喷瓶去给它叶片浇点水。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对宠物没有毒，所以说这款也比较小嘛，它不会长得特别大，特别夸张，它也不太占空间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给家里有宠物但你又想养点什么的朋友。但是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浇水的方面。如果你长时间不给它浇水的话它会向四周倒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就是有一段时间忘记给它浇水了，它就告诉我它非常饥渴了。那它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，你给它浇足够的水以后呢，过1、2个小时它又会立起来，叶片也会舒展开。那不浇特别缺水的时候就蔫了，所以这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地方。那到了第5款，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款绿植。也就是这个金边吊兰。那我这盆是其实非常大，一般在它生长环境特别合适的情况下呢，它是会开花的。现在的光照和水分都特别的合适你看它现在已经冒出了，等于是一个新的小吊兰。这个小东西呢，你就可以把它搓碎，里面是种子。这会它正好开花了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漂亮，一个迷你的小花。是不是挺可爱的？这款也是喜欢散光、非直射光源。那光一般是13到18度温度最佳，然后20到24度呢是长得超快，但超过30度就不太好，它就不愿意生长了。它是比较喜欢湿润的，你也最好是用那种喷瓶来经常给它叶片喷点水。这款植物我养下来的话，它是真的是非常喜欢水分，特别吃水的一款植物，所以说呢，很多人直接用它来水培也是可以成功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，不喜欢浇水的话，这款植物就不太适合了，因为它
几乎是必须每周都要浇水的。它也是一款猫狗都没有毒性的植物，即使部分植物对猫狗没有毒，你最好也要控制一下家里的猫猫狗狗，要训练它们不要去啃这些叶片，因为多吃了总归是不太好的。我觉得这款植物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植物，就是它缺水的时候也会通过叶片的颜色告诉你，之前缺水的时候它会塌陷，然后叶片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浅，很暗淡。然后我后来给它浇了水之后呢，现在又整体又蓬起来了，然后颜色也开始变得比较鲜艳了。OK， 那现在到了最后一款植物，有点神秘啊，因为它不在桌子上，也就是搬过来，也就是这一款它太重了，我觉得我没法把它搬到桌子上。这款叫做龙血树，或者叫龙铁树，它是一个喜光也可以半阴的植物，但千万不要暴晒它。一般20到30度是它的最佳温度，它比较耐干燥。夏天的话，每个月浇1次水就可以了。冬天的话呢，等它干透再浇水。但是它对猫狗是有毒性的，所以仍然不适合有宠物的家庭。注意事项呢，就是偶尔施肥，日常通风即可。这款植物我比较喜欢它，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大。如果你家里需要就一款适合比较大的、比较能凸显出它的样子的一款植物的话呢，这款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它真的不怎么需要护理。但唯一你要当心的是它的叶片上有这种锯齿，像我刚才走路的时候蹭到手臂都觉得挺疼的，所以就是不要经常去摸它。它的枝体就是会比较粗嘛，像一棵小树一样，所以说看起来就非常顽强，非常 tough， 就不是一款你需要经常去折腾它的一款植物。那说了这么多种好养活绿植，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踩雷清单，因为之前其实不是一直这么成功的，也有那么几种植物是被我养死了。那首先第一个是这款叫七彩夜玉，我总结下来就当时买回来就觉得超级漂亮，但我发现很快它就萎掉了，叶片就开始下垂，怎么都停不起来。那我后来总结了一下，应该就是它不适合西雅图这种阴雨绵绵、光照不足的城市，可能夏天还勉强可以，但是大部分时间这边都是阴雨天气。所以说非常需要温度和光线支撑的植物呢，就不适合西雅图。加州的同学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是毕竟不是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气候嘛，所以说我就不觉得可以推荐给新手。那第二款是这款叫红掌，也就是火鹤花。那我觉得这款其实应该算超市也很常见的，也是比较好养的一款植物。但我把它养死应该是因为有一次我回国了1个月，忘记给它浇水了。我觉得它是叶片枝叶都很干净，很好养的。但因为我也不是太喜欢它的这个颜值，所以说，失败了也就失败了吧，就算了，我也不会再回购了。那第三款是这个粉色柠檬树，很快它就开始掉叶子，一片一片的脱落。我就发现我放在阳光下也不是，放在哪儿都不行。那我总结了一下，应该也是同样我所居住的西雅图气候是不适合它生长的，光照也特别的不足。但主要就是因为它颜值很高，像这种小小叶片上有这种纹路嘛。那应该也是加州的人是可以把它养活的，或者说佛罗里达这种比较热的天气。像国内的话，可能要比如说海南广州这样的地方应该是可以养活它的，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不符合这个气候和光照的要求。第四款就可能大家会不太理解，其实是蝴蝶兰。我之前养过2盆都死掉了，一般大概能开3个月的花，然后就慢慢就不行了。就这款也是在超市一进门的地方就非常常见的一个花种，即使它长得非常漂亮，但是因为我每次都控制不好它的浇水量，就是摸不清它的脾气。我发现这款植物从来没有被任何博主推荐过，说是新手推荐易上手的植物。那么本期就是上集所有的内容啦，希望大家给我1键3连哦。有问题的话欢迎弹幕和留言，下集也会非常的干货满满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应该明天就会更新了，那我们下期见喽。